有想过你的底线？就是这个地方就去玩 gambling 啊，你想好了，你今天你的底线是多少？但最终你是这个突破这个底线的。我觉得就创业有些时候是一种不归路。对比打工时候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压力，作为老板的压力两个相比，觉得最大的不同是？那个压力主要是我觉得是一个工作量，还有工作的一个时长的一个压力。你不是最后一个去对这个事情去兜底的，但是老板对没有退路了。你今年可能那个 focus 在哪里？第一阶段是以这种快闪或者点铺的这种方式，快速的做了10多项，验证了之后呢，我们可能以品牌这个加盟的方式，在全国再加盟了100多家。好，这个时候有规模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比赛就给做起来。看这两个队伍在对决，就 VR 这个科技 Virtual Reality， 对啊，这也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这个店叫 AG 射手锅，所以 AG 射手锅的 AG 呢，就是成都 AG 超玩会。如果你玩游戏的话呢，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很牛的一个战队啊，8连冠。所以我们呢是给它一个联名品牌啊，但是我认为呢，未来10年之后应该是 VR， 因为手游的话只是在手部的一个运动，但是 VR 它是整体的，要移动啊，要更接近于我们真实的这个运动吧，所以我们孵化了这个品牌。那么这个铺子跟一个正常的就正铺的话有一些差异，叫商业上叫顶铺。所谓顶铺就是在上一家这个闭店了之后，它有商场要找下一家，这个过程中它有个空档期啊。那么我们会来去做一个快闪。那为什么做快闪呢？大家知道我刚才说了一个，它是一个我们新孵化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要在各种商业的这种环境之下来测试一下，去定位我们的这个客户啊，以及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些这个运营模式，和我们是哪种商业环境里更适合我们这个运营啊。那里面这个空间的话，我们还相对来说比较大，其中我会在中间这个位置啊，我们说 VR 电竞它是可以移动的，那么这个专业上叫大空间，最大的一个容量是5V4，当然一个人来的也可以啊，就是累积时间大啊。那旁边呢，我还附加了一些这个相关的 VR 一些设备啊，我们去找的那个对战的主题就是 Overkill， 叫移动御姐啊。当时它的这个 VR 的一个电竞的一个赛制呢，都按那个世界杯的一个赛制来，32支战队，然后它的这个 run book 都是按照那个来做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空间。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周六开业的话，就会把那个区域给画上来。之所以这个地图呢，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只有戴上 VR 头盔之后才可以看得到。这个设备那运营的话呢，还是以这个会员制、俱乐部这种形式来运营。那我们还会增加这个比赛，里面就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个 VR 电竞的比赛。这个有成年组的，有少年组的。目前来看呢，可能少年组来做的会更好一点。那成年组的话呢，特别就适合这个公司的一个团建。我们有特别定制的一个团建的一个流程，而少年组呢，除了他们做这个对抗之外呢，中间还有一些我们孩子们的一些才艺表演，比如说这个诗朗诵啊，或者英文的小演讲啊，或唱歌啊等等。当然，我们可以跟很多的这个商场的其他一些业态，比如说餐饮啊、零售啊等等，做一些这个业的合作，也可以跟社区就周边的社区和比如说感情中心啊等等啊这样的去做一些合作。我想说，每一次当你觉得不可能，当你觉得真的没有人会来的时候，竟然今次是第一次有人买门票进场看我和老板的采访，给你一个360度的角度。好，谢谢大家。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Barry 的店铺里面，我们在罗湖区。那我第一次认识 Barry 是在北京，然后经过了很多次的那个接触之后，他说他会来深圳开店，那我就说那我可以去深圳探他。那这个不是第一家在深圳的店了，这个是快闪店。所以今天我还是第一次搞了一个线下的活动 ，Barry 是第一个老板在这个线下的活动，在我售门票前的那个开展了点。那所以 Barry 是见证了我当时从一个 idea 到现在变成了一个活动，再变成了一个访谈。那我只能说，每一个你认识的人，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就是在跟你有一个连接点的。所以今天的访谈可能作为一个开始点吧。Barry， 你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我这次老板呢肯定是打工嘛，
那我主要有两份经历哈。第一份呢，就是这个毕业之后呢，就是去施耐德电器做那个电器行业。然后后来呢是这个大概2012年的时候，到那个数据中心，就云计算还有个高速的一个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去的这个亚马逊做那个数据中心。当时这个是我们是第一批进数据中心的这个中国团队的成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是有这个创业的一个想法一直找这个机会所以大概16年的时候，投资了一家 VR 的一个公司。那么，其实，在14年的时候呢，就是美国有个事情，就是非常的热，有一家叫 Oculus 公司，他们20亿美金就卖给了那个 Meta， 那个时候还叫 Facebook， 还没有改叫 Meta， 是后来改的所以那个事件就引发了这个 VR 的投资热。那后来发觉这个发展还不错，我就一直这个全力以赴做这个 VR 相关的。接近10年的创业，对，差不多。那在这过去的10年，作为一个老板或者是创业的整个心路历程，你觉得还记得最痛苦的一个 moment 是什么？最痛苦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一些痛苦的经历，我觉得在某些时刻点都很相似。就是比如说我们对股市来说，当然切的不是钱，切的是信心。最痛苦的时候是团队可能会绝望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020年初的时候遇到一个这个黑天鹅的一个事件那个事件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业态是有很大一个打击的因为我们最初16年开始做研发，做一些产品，做一些卖，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市场不太好把握，因为 VR 它的这个发展，它是一种离散型的，它可能在工业里面有应用，在这个游戏里面有应用，可能在其他的方面影视有应用。所以我们对市场的这个判断呢不是那么强，所以我们从18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个店。那么做店的话呢，它就需要这个，比如说找这个商场或者找一些这个比如博物馆这种就是人流比较大的一个地方。那么那个黑天鹅事件恰恰是限制了这个人流，所以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业务都是停滞的。这刚开始的话呢，还好吧，就是只是一些财务上的一些这个亏损，但慢慢就带来了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员工供应商等等。那个时候团队就开始焦虑了，发现我们4个这个创业团队都已经很焦虑，都完全失去这个信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比较痛苦的，因为这个事情你就觉得要结束了，甚至会因为这个结束呢带来很多的一些后遗症。那如果你对比打工时候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压力，作为老板的压力两个相比，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哪？上一家工作的时候也遇到过非常大的一些压力，我们因为要处理这种非常 emergency 的一些事情所以那个时间这个受到这种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那个压力主要我觉得是一个工作量，还有工作的一个时长的一个压力。你不是最后一个去对这个事情去兜底的，但是老板就是你没有退路了。对，你投资人其实你可以只能说是寻求他的一个帮助，他没有办法去来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可能好的投资人，他那个时候可能会资金上再给你一些支持，但是大部分的在那个时候，他还考虑的是他如何去守住他的这个最早期的一个投资所以这个完全是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可能要把你的全副身价，比如说你以前有的房子你拥有的其他的一些财产，可能用去克服这个困难。你在创业这么久，有没有想过你的底线？就是如果超过了这个金额，或者是超过了这个风险线，你就会停止创业？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最初肯定是有的，最初已经设置了，并且很好的财务模型，但是往往现实它不会按你这个模型来的。就是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去玩 gambling 你想好了你今天你的底线是多少，但最终你是这个突破这个底线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就创业有些时候是一种不归路，就是你不服输你一定就觉得这个还有机会，或者我还要去搏一把，所以你之前设定的这个底线就会失效了。其实我不成，我觉得我还可以，我还行，所以我还要再来，所以会把那个底线
给那个要突破。但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是需要很多人的这个支持的，尤其是来自家里面，家里面一定有这个支持。所以在创业之前，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评估，是真的。我打算再问你一个问题，除了钱之外，在过去的10年，你失去过了什么？是因为创业？应该来说，其实如果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呢，虽然我可能失去了健康短暂，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调理啊，但是中间还是很危险，因为我们有这个合伙人，他因为过度的这个焦虑、过度操劳，发了一些这个重疾，还有这个可能抑郁了啊，他是真的就抑郁，每天就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这种。那这个我也经历，但是反而我觉得可能是现在来讲得到很多的一些东西，是我去单纯去打工得不到。我记得在这个访谈之前，我有跟你简单聊过，就是我们喝咖啡的时候聊过，因为你本身的背景是云计算，那其实是比较技术性的，那当你去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是如何开始去想可能获客啊，或者是运营，其实这些可能跟技术性未必有太大的那个 overlap。那你当时怎么学，或者是你怎么开始去接触云计算技术性以外的东西？作为一个老板，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好，非常是可以我很想去分享的。之前呢，像很多大开富啊，他们都说过，就是他们看创始人学习能力很重要。我其实比较后悔一点事情，就是我其实大学本科在学的是这个数学，就没有认真的去学。我觉得考试过了就 OK 了。你可能想不到，我最近又把大学的微积分买回来了。为什么？它一方面是工具，还是一个思维。比如说，你知道这个积分吗？不知道微积分是什么？对，微积分。跟一个5岁小孩说，是大概什么一回事？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加减乘除，其实是确定量、固定量的一个，你有加法嘛？就1+1等于1+1等于2。那这个积分呢，它就是不变量的这个就变量的加法。就如果这个数字它是变的，比如说我去跑10公里，那我每时每刻速度可能不一样我要多长时间你要计算出来，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困难，你就是去计算的时候。当然这个思维是恰恰就跟我们的现实是很接近的，我们现实就随时在变的对，所以当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有300人。当我在300人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我发觉我需要借助一些工具，有特殊的工具别人没听说过马尔科夫过程，对吧？用它来去辅助我，因为那个时候你做一个决策，正确的 OK 你会得到很多的收益，一旦错误了会得到很多的这个错误，就很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当你确定你做这个领域的时候，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东西一定要学，一定要努力，不能说这个自己有盲区然后就去做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的时候需要线上的这个推广和运营，那我就自己包括也要求这些这个伙伴，大家看到我们刚才是跟电竞相关的，我们有些这个伙伴他是不玩游戏，但我们硬性要求就是你一定要这个游戏下载王者荣耀，然后给自己，你给我一个你的一个这个外号叫什么比如你叫这个后羿或者说你叫鲁班都 OK， 但是你要就是我们要跟这个文化要接轨，要知道它的一个语言，然后在线上投广要知道什么平台，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它是怎么运作，都需要。包括我自己也要亲自上阵去做一些直播直播怎么播。我可能不是很专业，但是我主要知道。但我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很专业。包括如果我们做线下这个是一个线下的一个服务，那我就需要有这个人和人的这个面对面的一个沟通。它是怎么沟通呢？为什么麦当劳是喜欢您来？那我们自己语言应该是什么？这些都是要去设计，这些都是跟你的这个 business 相关。所以再回答你的问题，那几乎就是说我觉得是从实践当中去学跟你的这个友商去学，跟这个书本上的那现在的话，我们作为如果要成为一个超级更好的，就是说你要有 AI 的这个助手最新出来，所以我们一线的这个有些因为服务行业可能有的学历不是很高，有些可能就初中毕业，
但是依然我会要求他们，比如最新的模型出来了，最新的轻问啊、够包的模型出来，要求他们装，然后去他能做的、他能去试用的都去试用，剪一个视频等等。所以这个学习对于我自己来讲是全方位，对于这个团队来讲也是有明确的这个要求。我觉得 Barry 给我的感觉不是那种就是老板 boss， 然后你们就要学这个东西，你们做这个东西，而他是自己也会落地去做，然后了解。把那个距离感给拉近，就是你跟团队的那个距离感，不仅仅是你懂某一个事情，然后其他都要靠别人。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所以在我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呢，我觉得每个员工呢，我就把他看成一个足球的一个明星，我是教练。但现在我更多的是把，比如说我这块的 business 业务，其实我还做其他的一些业务的一些重要人，这个 highlight 出来，然后呢就培养他，让他成为 CEO。我说在外面的话呢 ，OK 是去谈合作，你可以是我的运营经理，可以是我的运营总监，你可以是我的 CEO， 你自己也可以是老板。如果你是运营经理，你是运营总监，我就是 CEO， 你是 CEO 我就是你的老板。所以就是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这个一个一个的 CEO。那我有这么多 CEO， 他们自己去发展他们的业务。因为整个业务流程我是走了好几遍了，因为这个类型的店已经是我第4代的这个店型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会有一些变化，当然基础的一些商业的一些东西它是不会变的，所以在这些不会变的一些东西，我就可以依靠我的一些经验和知识的一些积累来去培养这个 business 一些 owner 或者说这个特定的这个领域的一个 CEO 的。我觉得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 Barry 在当初可能听到我说我的 idea 的时候，就是萤火虫这个 idea，他可能会 get up。就是在这么一个店里面，你不可以仅仅靠一个员工的心态，就是老板我来这边打工，你给我钱我就帮你工作，或者是我来这边就是我的那个岗位描述要求我做的，那我就做那个事情就好。而他是看到了，如果那个人能够从多方面去帮忙那个生意增长，就是其实你不是一个员工，你也可以是一个店铺的一个 CEO，或者是一个老板。那个角色是可以换位的，不仅仅是你来的角色只是 A， 然后就不可以做另外一个事情。然后获客其实可能大家都可以分担，不仅仅是老板或者是那个负责客户的那个人。对，是的，所以在我最开始做的时候，我只理解到我作为一个这个我要 focus 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我对这个组织呢，我是当时也是最新进的这个 HR 的一个理论叫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D， 就是组织的一个发展。但是对我现在来讲的话呢，一定是就是他个体一个全面的一个发展，看他能够在所以我的员工我核心的还是一个成长，我会给他各种各样的这个机会，因为他但凡一个成长能够给这个 business 带来的这个收益是这个大的，他自身也是对的。哪怕说他学会了学得很厉害，他自己去走了，或者到其他一些地方去也没有关系，他始终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而以前可能是仅仅的是只是用，所以他在这也没有断你工作，也没有得到一些成长。那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发展可以太快。那我们当时最高峰的时候有85家店，那时候我们在拓店里面最难解决的一个就是店长的一个问题。店长其实就是那个店里的 CEO， 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就是说跟前几家店那样水平的，因为你从其他地方挖过来的也好，它跟你的企业要对接始终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一个，自己要成长，同时的话是去培养这个核心领域的一些领导，他们能够自主去驱动这个。如果你可以跟其他老板分享一下，你怎么去选这个店长，或者是这个你的系统去培养这个店长，你自己会有什么建议？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就在我们教育里面会很缺失。那么无论是开店也好，我觉得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我现在还做一个就是对外汉语教育，还有这个教孩子的这个奥数哈。我比较喜欢教育这方面，因为可能这方面并不一定是为了这个赚钱。那我觉得这个呢是，当你作为一个想创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长期性的。可能今天我们的一个认识，
也许我在考量，是不是 Kitty 能够就负责某一款我的更大的 business， 就你周边任何人都可以去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这个利用一些这个平台，比如像 Boss 直聘，我现在大概沟通的人 Boss 上快7万人了，而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有需要的时候我才去沟通。但是现在的话呢，我就一直就挂，一直就沟通，发现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人才，那我就会去跟他沟通。比如有一次的话，就发现有一个人才，他是这个部队里面的，因为之前我在亚马逊的时候，有很多同事他们是军队里面出来的，那确实发现他的执行力很强，所以就跟他沟通，他拓展去做商业的拓展的时候，他的行动力是非常强的。而且部队的话呢，他对这种你说白天晚上刮风下雨是没有概念，他只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种人才是非常难找的。你像我们人一生一辈子线下能碰到的人，为什么线下商业能够存在？就是你一辈子能碰到人是有个大数定律的，就是不会太多。就中国10亿人，你能碰到的不会太多的这个是计算。你像我们85家店，我们以会员制当时也模仿了一下这个亚马逊快那个系统。最终也就是做到25万的一个会员，虽然说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数字，但是这种25万会员，它平均付费是1000块钱，那就很厉害了。这个商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所以从人才的这个选拔开始的话呢，我觉得是多渠道的，甚至于你想象不到，就现在我也会花一些时间去在我可能触及到的一些高中生，去跟他做一些沟通和交流因为我本科在华中科大学，然后呢读了一个中央大学 MBA， 我其实现在还在考虑去读哪个学校的这个博士。那我是从这个高中开始就给他们去指导，他们考哪个学校哪个大学，给他们一些建议。大学里面呢，然后大学生这个群体我就给他们提供这个实习一些机会。就我希望他们更年轻的这个时间就有人去告诉他商业是这么运行的。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抓起？因为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我其实回想一下，我18、19岁，你看扎克伯格19岁创立的这个脸书，其实那个时候的这个想象力、创新力已经是很强了。我记得我高2的时候，我就在考虑那个铅弹是怎么造成的，因为原子弹我已经搞明白了，所以氢弹是怎么造成的，这个是之上那个高考也会考。而且那时候也看了很多这个心理学的书，比如说弗洛伊德、萨特、叔本华等等所以有一些这个人才，他是会很早的时候，他的这个想象力就会很强，或者很强的这种要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个想法那么我就从这个大学如果有这个想法，尤其我跟我的母校连接很这个，我定期的会去做一些交流。如果有这些孩子他想自己创业的话，就帮助他们开始去创业，那这其实也是我人才梯队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任何岗位我都有 Plan B 计划。这个就2个方式，这个人出个意外这个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灾难是意外哪个再来。第二个的话呢，当他知道有 Plan B 之后，也不会说这个他功劳太大了，去对企业造成不利。你自己有一个 Plan B 吗？就是如果明天你可能生病了，你自己的 Plan B 是什么？我可能就没，因为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就是说我自己的 Plan B， 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讲会设计当然对于我自己，如果你回答的是我对自己，就是每个人他可能没有 Plan B， 他就接受就接受，当你接受之后，后面的事情其实由不得你的，只有活的人去给你安排。安葬在什么地方？到底要不要花钱或者什么？就像当时那个忘了是张国荣还是谁，他对他自己葬礼都有安排，但是要放哪首歌。如果被那天来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就告诉说，我媳妇儿还有我妈，我哪个银行的是密码等等，我有几份保险的，跟你们相关的，就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在你创业搞生意搞这么久，有没有一个人跟你合作，或者是跟你一起工作了还是蛮长的一段时间，还有在合作？这个我觉得这个一定是需要的，就是合作伙伴或者说是导师。那我自己确认的是有3个，
3位导师。第一个呢，就是我一家公司那个投资那家公司的这个一个合伙人，因为我跟他沟通，他把这个公司的控制权话语基本交给我，但是他只觉得大资金，所以这个我认为他是我的第一个这个导师。第二位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电竞这个启蒙我电竞应该怎么玩，它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这个 business。然后还有第3位的话，是我一个合作去做那个苹果那个 Vision 就是中间计算。那他就是说在那个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提前半年把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都已经部署，并且就是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非常就是有计划的，就到23年2月4号发布的时候就抢购了很多，就开始做得不错，所以一直在做这个。而且我认同那句话，就是说一路走来没有敌人，只有施展。所以我微信里很少的几个人是标注了此人不可多交流的那种类似于这种大部分人哪怕是说曾经跟你竞争对手或者你是可以学习的。一些也可以一起合作的当然你提的这个确实我觉得很重要，是需要这样的。那么到今天呢，是依然去合作，只是说这个合作的这个深度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你可以跟镜头前面再看这个短片，觉得 Barry 就是我想可能跟他合作或者是一起工作的一个老板，你会跟他们说一点什么？就是说你的团队会欢迎他们，然后你今年可能那个 focus 在哪里，让他们可以跟你提议说，这个可能我可以帮到 Barry。那今年的话呢，就是刚才跟您介绍的，就是我们跟那个 A 青奥会合作呢，就是做这个 VR 的一个电竞。那我想呢，就是说，第一阶段是以这种快闪或者点铺的这种方式，快速的做了10多家，验证了之后呢，我们可能以品牌这个加盟的方式，在全国再加盟个100多家。好，这个时候有规模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比赛就给做起来。那么会参照这个像这个专业的手游的一些联赛一个模式，以及这个线下的一些这种比如亲子赛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模赛，把这个 VR 的这个电竞呢给做起来。那么奥运会呢也比较认可，就是这个虚拟的这个竞技虚拟这个体育，或者说称作这个数字体育。未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项目的话呢做到这个奥运会里所以这个如果有兴趣的，对 VR 感兴趣，对运动感兴趣，对射击感兴趣的，都可以来大家一起来做。因为这个项目就涉及到了这些方面。当然对线下实体就是体验这个业态有兴趣也可以来，因为我觉得是现在线下的这种就是零售餐饮是相对比较成熟，但是体验的业态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所以如果镜头后面的你还在玩游戏，还在想那个了解更多 VR 的那种的话，那这个机会肯定是不可以错过的。所以说，当你还在犹豫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做，到底你可不可以做起来，你一定要做起来。